桃园三结义，三英战吕，布，草船借箭，借东风，空城计，过五关，斩六将。这些你从小听到大、倒背如流的三国故事，我先说一个会让很多人吃惊的事实：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，并没有真正发生过。你脑海里那个三国，几乎全部来自一部书《三国演义》。可《三国演义》是元末明初罗贯中写的章回小说，是文学，是创作，不是历史。它好看，它精彩，但它七实三虚。7分是真的历史大事，3分是虚构的艺术加工。桃园结义、草船借箭、借东风、空城计，这些最脍炙人口的桥段，在真正的史书里，要么没有，要么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么，真实的三国到底长什么样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放下那部小说，翻开另一部书，一部由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用史官的笔，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的正史，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做一件很多人一辈子没做过的事，把《三国演义》的泪镜摘掉，跟着陈寿的史笔，回到那个真实的汉末三国，看看正史里的曹操、刘备、孙权、诸葛亮究竟是什么模样。我保证，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耐人寻味。先认识这部书和写它的人。《三国志》的作者叫陈寿，他是蜀汉人，年轻时就在蜀汉做官，亲眼经历了三国的后半段。蜀汉亡国之后，他归入西晋，凭着一身史才，动手把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合写成一部书，这就是《三国志》。它分成魏书、蜀书、吴书三大部分，用的是司马迁《史记》开创的纪传体，也就是以一个个人物的传记来串起整个时代。它的分量极重，是中国正史24史之一，更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并称前4史，是公认写的最好的几部正史之一。陈寿写史最大的特点是简洁审慎，他惜墨如金，不轻易采信传闻，力求每一笔都站得住脚。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，太简略了，很多事件只有寥寥几句，读起来不够过字。于是100多年后，南朝宋的裴松之奉皇帝之命，替《三国志》做了一部惊人的注。他遍寻了上百种其他史料，把它们一条一条补进陈寿的原文底下，有的补充细节，有的并存不同的说法，有的甚至直接质疑考证对错。我们今天读到的《三国志》，其实是陈寿的正文加裴松之的注这样一部合体。所以你要记得，正史也不是只有一个声音。陈寿负责写下他认定的史实，裴松之负责把更多的可能、更多的旁证摊开来的，让后人自己去判断。这种对真相的呆审慎与诚实，正是史书和小说最根本的不同。好，认识了这部书，我们就跟着它回到汉末那个天崩地裂的乱世。故事的起点是一个王朝的崩殒。东汉末年，朝政腐败，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朝廷，土地兼变严重，再加上连年的天灾与瘟疫，老百姓走投无路。西元184年，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民变终于爆发，这就是黄巾之乱。起事的人头裹黄巾为帮记，喊着藏天已死，黄天当立的口号，既然直宦人同时揭竿而起，烽火瞬间烧遍大半个中国。黄巾之乱本身，朝廷靠着各地军队勉强镇压了下去，但它真正的后果是彻底掏空了东汉王朝。为了平乱，
朝廷把兵权下放给地方，各地的州牧、太守、豪强趁机招兵买马，拥兵自重。谁手上有兵有地盘，谁就是一方之主。中央再也指挥不动他们。一个延续了400年的大汉，从这一刻起，名义上还在，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。这就是真实三国的开场，不是哪个英雄的横空出世，而是一整套旧秩序的轰然倒塌。乱世的大幕就在这片烽烟里缓缓拉开，而第一个把这片混乱告动成滔天巨浪的人，马上就要通胀了。乱神是推向深渊的，是一个叫董卓的西凉君王。黄巾平定没几年，京城洛阳发生内乱，董卓趁机带兵进京，一举掌控了朝廷。他废掉原本的皇帝，另立一个年幼的傀儡，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，从此兼天子，号令天下。董卓残暴到了极点，纵兵劫掠，滥杀无辜。后来关东群雄组成联军讨伐他，他索性做了一件震动天下的事，强行把都城从洛阳西迁到长安。临走前，一把火烧掉了这座繁华数百年的东汉国都。史书记载，洛阳方圆200里内，宫室民居化为灰烬，几乎成了无人区。一座千年帝都就这样毁于一旦。董卓的倒行逆施也逼出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——曹操。在正史《三国志》里，曹操绝不是戏台上那张白脸奸臣。陈寿给他的评价极高，说他在乱舌里运筹眼谋，鞭帖语内，最后总结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：亦可谓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。说他实在称得上是一个非凡的人物，一个超越当代的英杰。当年董卓乱政，正是曹操最早在陈留散尽家财，招募义兵，号召天下共同讨伐董卓。虽然那次联军各怀鬼胎，最终散伙，可曹操就此踏上舞台，开始了他统一北方的漫漫长路。你看，真实的历史远比中间分明复杂。曹操有残酷的一面，也有雄才大略的一面。他既是乱世的枭雄，也是结束北方混乱的能臣。正史不替他涂脂抹粉，也不把他脸谱化，他只是尽量诚实地记下一个复杂的真人。曹操统一北方路上最关键的一仗是官渡之战。西元200年前后，北方最强的两股势力，占据4州、兵多粮足的袁绍和地盘兵力都远胜于他的曹操，在官渡这个地方正面对决。这是一场标准的以弱敌强。袁绍兵力数倍于曹操，粮草也充足得多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曹操。双方对峙日久，曹操几乎要撑不下去。转机来自一次大胆的奇袭。曹操得到封侯，袁绍把大批粮草囤积在一个叫乌巢的地方，于是他亲自率领一支精兵，连夜轻装突袭乌巢，一把火把袁绍的粮草烧了个精光。前线援军一听粮草尽毁，军心瞬间崩溃。曹操趁势发起总攻，把数倍于己的袁绍大军杀得一败涂地。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之一。曹操靠的不是兵多，而是准确的判断、果决的执行和敢于孤注一掷的胆魄。这一仗之后，袁绍一蹶不振，曹操基本扫平了北方的群雄，成了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势力。北方大局已定，可就在曹操志得意满，准备挥师南下一统天下的时候，南方有2个人正悄悄走到一起，而其中一个半生颠沛，离败离战，却怎么也打不倒。这个打不倒的人就是刘备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刘备常被写成一个只会哭、只会仁义的形象，可正是《三国志》里的刘备是一个远比这更坚韧、更不简单的人。陈寿在《先主传》里给了他一句极高的评语：先主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事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气焉。说刘备为人宏大刚毅，宽厚待人，又极善于识人笼络人才，
身上有着汉高祖刘邦那样的气度与胸襟，是个天生的英雄之才。但刘备的前半生几乎是失败2个字写成的。他出身寒微，靠治奸贩邪为生，虽自称是汉室宗亲，却没有半点实质的本钱。乱世之中，他从底层一路打拼，投奔过好几位诸侯，先后依附公孙瓒、陶谦、曹操、袁绍、刘表，打了一场又一场败仗，丢了一块又一块地盘，妻儿几度失散，半生颠沛流离，寄人篱下，年近半百，依然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。可最了不起的，恰恰是这份屡败屡战。换成别人败成这样，早就认命了。刘备却从不放弃那个兴复汉室的小谢项，一次次跌倒，一次次重新站起来。正史里的刘备动人之处，不在于他多会哭，而在于他在绝境中那股打不垮、磨不平的远性。而他人生真正的转折，在于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：光有志向和义气不够，他需要一个能替他规划整个天下的顶级人才。于是有了三国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求才——三顾茅庐。你可能会问，三顾茅庐不会也是小说编的吧？这一次是真的。正史《三国志》明明白白记载，刘备为了请出隐居隆中的诸葛亮，三顾沉于草庐之中。这句话正是诸葛亮后来在《出师表》里亲口写下的回忆。当时有人向刘备推荐这位奇才，说了一句传折千古的话：“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。”说诸葛孔明这个人是一条潜伏的卧龙。刘备听了便放下身段，3次亲自登门拜访，终于见到了这位才20多岁的年轻人。在那场见面里，诸葛亮为刘备献上了一套足以改变天下的战略，史称隆中对。这也是正史里实实在在记下来的。诸葛亮替刘备冷静地分析了整个天下，他指着北方说：“曹操，今操以用100万之众，景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”曹操如今已坐拥100万大军，又秉持着天子来号令诸侯，这个人实在不能跟他正面硬碰。再指向东南，他说：“孙权盘踞江东以立3代，根基深厚，人心归附，此可以为援，而不可图也。”孙权这一方只能结为盟友，互相支援，绝不能去打他的主意。那刘备的出路在哪？诸葛亮的答案是：先取荆州，再夺益州，在西边站稳脚跟，然后东连孙权，北抗曹操，形成天下3分的格局，再等待时机兴复汉室。一个流亡了大半生、离战离败的人，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蓝图。这套在草庐之中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量身打造的战略，后来几乎一步步应验。三国真正的棋局就从这座草庐正式落子。隆中对的第一步很快就在一场大战里兑现了——赤壁之战。先说那第3方的主角孙权。正史里的孙权继承了父亲孙坚、兄长孙策打下的基业，年纪轻轻就坐稳了江东。他手下人才济济，文有谋臣，武有良将，把长江以南经营得固若金汤。当曹操平定北方，大军南下，写信来威胁东夏时，江东内部一片主相之声，是孙权力排众议，决定联合刘备跟曹操决一死战。于是西元208年，曹操、孙权、刘备3方的命运在长江赤壁交汇。这里要替正史澄清一个天大的误会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赤壁之战是诸葛亮的个人秀，借东风，草船借箭，神乎其神。可在真实的历史上，诸葛亮的主要功劳是成功促成了孙刘联盟。真正在前线指挥这场大战，用火攻一举击挫曹操水军的是东吴的大都督周瑜。借东风，草船借箭，正史里并没有，是小说精彩的虚构。赤壁的这把火，论军事上的首功属于周瑜，而不是诸葛亮。赤壁一战，曹操大败北归，再也无力南下。这一仗的直接结果，就是诸葛亮在隆中早已预言的
三分天下。曹操退守北方，奠定了后来的魏国；孙权焚故江东，坐稳了吴国。而最大的赢家刘备，趁势拿下荆州、益州，在西边的巴蜀建立了蜀汉。魏、蜀、吴三家鼎足而立，谁也吞不掉谁。这个被无数人传嚼的三国格局，到此才真正成型。三国之中，蜀汉最弱小，却撑起了整个三国故事最动人的一段。而撑起蜀汉的是诸葛亮。刘备在称帝后不久，为了替关羽报仇，兴兵伐吴，惨败而归，病逝于白帝城。临近把整个国家和年幼的儿子刘禅全托付给了诸葛亮。从此，治理蜀汉这个小国的千斤重担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。而正史《三国志》对诸葛亮治蜀的评价高到了惊人的地步。陈寿说，他治理国家开诚心，不公道，以一片至诚待人，把一切都摊在公道上来办。他赏罢分明，不徇私情，把一个地极民寡的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。陈寿更给了他一个极高的定位，可谓世治之良才，管萧之亚皮矣。说诸葛亮是真正懂得治国的良才，足以和历史上最顶尖的名相管仲、萧何相提并论。为了完成刘备兴复汉室的遗愿，诸葛亮决意北伐曹魏。出兵之前，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表，这就是千古传字灭帖的《出师表》。而这篇表正是被陈寿完整收进《三国志》的正史原文。表的开头，他忧心忡忡地写道：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逝。先帝开创的大业还只完成了一半，就中途驾崩离世了。他又回顾自己的出身，动情地写下：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我本来只是一介平民，在南阳亲自耕田，只想在乱世里保全性命，从没奢望在诸侯之间求取功名懈达。你读这几句，能清清楚楚感受到一个人的赤诚。他原本只想做个耕田的平民，是先帝的知遇之恩把他推上了这条鞠躬尽瘁的路。那篇《出师表》的最后，他写下：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如今我就要远行北伐了，面对着这道奏表，泪流满面，竟不知道自己都写了些什么。短短一句，是一个忠臣面对重驼与阔别最真实的哽咽。唱完《出师表》，诸葛亮率领大军踏上了那条注定艰难的北伐之路。蜀汉偏处西南一隅，要北伐中原，大军必须翻越险峻的秦练，穿过崎岖难行的斜谷峻道，粮草运输极其困难。从西元228年起，诸葛亮先后多次出兵，史上习称六出祁山。可现实是残酷的，蜀汉国力本就远深于曹魏，山路又限制了补给，每一次北伐都像是以小博大，以卵击石。诸葛亮用兵极为谨慎，几次都因为粮尽而被迫退兵，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突破。西元234年，诸葛亮发动了他人生最后一次北伐。这一次，他率军出斜谷，进驻渭水南岸的五丈原，与魏国名将司马懿的大军隔着渭水对峙。司马懿很清楚蜀军远来，力在速战，于是打定主意坚壁不出，任凭蜀军如何挑战，就是死守营垒，不跟你正面交锋，硬生生跟你拖。两支大军在五丈原的原野上就这样对峙了100多天，没有演义里那些奇谋斗法，有的只是一场比拼国力、比拼意志，也比拼寿命的漫长消耗。对峙之中，诸葛亮事必躬亲，大小军政都要亲自过问，加上粮草难寄、北伐难成的巨大压力，他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。陈寿后来在书里对诸葛亮的北伐下了一句很公道，
却也很令人惋惜的评语。然连年动众，未能成功，盖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与。只是他连年兴兵动众，终究没能成功。大概随机应变、领兵作战的奇摸，并不是他最擅长的地方吧。一代贤相带给的不只是司马懿，更是蜀魏之间那道无法跨越的国力鸿沟。就在这场漫长的对峙里，西元234年的秋天，诸葛亮积劳成疾，病逝在五丈原的军营之中，年仅54岁。他终究没能等到兴复汉室的那一天。一代鞠躬尽瘁的贤相，把自己整个人都燃烧在了这个注定难成的理想里，最后油尽灯枯，暗落在北伐的最前线。后世为他的离去附会了一个凄美的传说：一颗巨大的将星自天际雁落。星落五丈原，成了整段三国历史里最令人扼腕、最催人泪下的一幕。诸葛亮死后，蜀汉失去了顶梁柱，又苦撑了30年，终于被魏国所灭。不久，篡夺了曹魏的司马氏建立晋朝，先后灭吴，重新统一了天下。三国的故事到此落幕。读完陈叔笔下这段真实的三国，我最想跟你分享的一课是：正史之所以比小说更耐读，是因为它记下的是真实人性的复杂与成败。他告诉你，曹操既残酷又雄才大略，刘备离败离战却打不垮，诸葛亮是治世良才，却也并非战无不胜的神。他不替英雄涂脂抹粉，也不把坏人脸腐化，他只是冷静地记下，在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，一群活生生的人如何挣扎，如何奋斗，如何成功，又如何失败。那些被演绎神话的传说固然好听，可当你回到实笔之下，看见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、有功有过的人，你对人这件事的理解会深一层。这正是读正史最大的收获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摘掉《三国演义》的泪镜，跟着陈熟的《三国志》走过黄巾、董卓、官渡、刘备的颠沛、三顾茅庐与隆中对、赤壁与三分天下、诸葛亮治蜀与出师表，最后在五丈原的秋风里送别了那位鞠躬尽瘁的贤相。再次提醒你，《三国演义》是小说，是七实三虚的文学，《三国志》才是陈熟写下的正史。两部对着读，你会更懂三国，也更懂历史。如果这趟正史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从纪传体的人物群像走进编年体的千年通史，读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看1300年的兴衰得失如何被浓缩成一面照见古今的镜子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知道了正史和演义的差别之后，最让你意外和你原本印象差最多的是哪一个三国人物或哪一段情节？是发现草船借箭、空城计其实是小说虚构，还是发现赤壁的首功其实是周瑜？我们下集见。